家常菜系列都是无敌的存在，我知道大家都非常喜欢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做家常菜，先做第一个糖霜花生。这里是300克的花生米，这个蛋呢因为比较小，我就打的是2个蛋。如果你的蛋有时候很大的话，就打1个就够了。拉均匀。边裹的时候，我们就边给点这个淀粉，你可以加土豆淀粉或者是玉米淀粉都可以。这个呢不要一次性加太多，我们慢慢加。我们这儿现在楼上在装修，所以说你会听见声音，有时候它会有节奏的噗的响，不过不影响我们拍摄。还有裹的时候要稍微给它，一定要给它裹均匀哈，轻轻那个揉一下，让它每一颗都能裹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用个筛子，可以把多的个渣给它筛出来。这个渣子建议大家一定要筛出来，如果你不筛出来的话，你下锅的话，它有很多的这个把油给你弄脏了，很多的沫沫。稍微倒点宽油，4成到5成，我们开始下入花生米。这个油温不要太低，太低的话，它表面的粉和这个蛋液就会脱落。这个时候你把火关掉，我们先不要动它，让它慢慢定型，我们再来去勺子去刨它，中小火让它稳住这个温度，让它慢慢去沁炸。中途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抬起来，这样听它的声音，那种酥脆的声音差不多就好了。如果你拿不稳怎么办呢？你可以放一个在嘴里啊。如果你吃起来有点软的话，就是还不够。因为花生它放一会儿会更加的酥脆，你不要在里面酥脆了，然后才倒出来，这样的话花生就会比较老了，很容易糊的。好，这里是150克的清水，130克的白砂糖，我们直接下锅，中小火慢慢将它炒化，比例是1:1。如果你的水多了，你就熬得久一点，糖是1，水是2啊，这些都可以。水的作用是起到里面导热，其实就是把这个糖给它熬化的作用。锅里有水啊，它会泡泡会特别的大。你发现那个水，待会儿给大家说，水是要干的时候，它基本上泡泡就越来越小。这时候你一定要注意，就差不多是我们挂霜的状态。好，大家看到这个泡泡它已经非常小，而且这个很浓稠的状态下，这水分都蒸发的差不多的时候，即将开始给它挂霜了。好，现在把锅里的火给它关掉，下入这个花生米，慢慢来哈，别怕哈。现在用筷子和铲子，锅里的火要关掉，关掉之后它慢慢它就会。温度凉之后就会挂上霜了。好，现在慢慢的去结霜了哈，这个时候就比较的好喘一点点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零食啊，糖霜花生，这样就成功了。装盘。好，第二道我们做一个这个照烧豆腐，淡水豆腐我们稍微给它改刀，切成一种条形。接着这改好的豆腐，我们直接给它裹上一层薄薄的土豆淀粉。豆腐裹完之后，就像我们打一个照烧汁儿。这个照烧汁正宗做法是加一些什么味淋啊、清酒啊，还有柴鱼高汤。但你家里面其实你没有，不需要加。用什么代替呢？我们直接加入生抽2勺，半勺的老抽，米酒我们来个2勺，蚝油来1勺。这糖呢可以来1勺，因为它是不用扯芡的，所以说你的糖一定要有糖，这样它的汁水才比较的浓郁，比较浓稠。加少许的这个盐，好，来点这个白胡椒粉，稍后我们再来2勺的清水，好，给它搅拌均匀。这个照烧汁就调好了。这步呢，我们把这个葱煎一下。正常的照烧汁要配点葱，这个葱呢最好是烤的，因为我这儿如果你没有烤箱，像我这样可以在锅里面把这个大葱给它煎一煎，不要放油，就干煎一下。这个葱差不多煎香之后，它直接倒到这个照烧汁里面。这步呢，我们在煎锅里再放点油，把豆腐再煎一下。这步呢，下入我们裹了粉的豆腐，四面都煎那种金黄色啊，一定给它翻均匀。这个呢，其实你用油炸的方式更快一些，但是在家里面呢，可能大家觉得比较的费油，就采取这种煎的方式，它比较慢一些啊。好，我们让这个豆腐差不多都煎成这种金黄色之后呢，下入这个调好的汁儿给它倒进去，中小火收个7、8分钟。好，时间到，我们出锅，要撒点芝麻可以出锅了。蘑菇呢，很多朋友都吃过，但是用炸的方式来吃，你还不一定吃过。今天教大家做个炸蘑菇。这个蘑菇呢，建议一整颗我们给它清洗过后再来撕开，这样的话它吸收水分会比较少一点点。清洗过后我们就直接掰开，你看这里面就不会进水。
好，这个掰好的蘑菇呢，我们放入这个盆中，给少许的盐，给它洒洒水，揉转一下。好，揉转我们放在旁边，给它杀个20分钟。接下来我们调一个麸。我们调麸的时候呢，我们先加入面粉，面粉大概是生粉的2:1哈，体积就好了。2倍的面粉加1倍的生粉。如果你没有生粉呢，你就涂淀粉；如果没涂淀粉，可以加玉米淀粉，加一点点盐。这样的话，你可以让它麸表面它都有味道。接下来来点这个五香粉，打入2个鸡蛋，因为这个鸡蛋太小，我打了2个。如果鸡蛋比较大，就放1个就好了。接着来点清水，你水开始的时候不要一次性加太多，太多的话它的这个颗粒你是不好把它搞散。我们先让它呈现个浓稠状，这样去搅的话，它的颗粒比较好的把它弄散，不会成坨。好，我们调到这种湿滑的状态，有点像酸奶更加的稀一点的感觉，就像这样拉起来它成湿的时候，我们加入普通的油，加点油，这样的话炸出来它是脆的。一定要加油，给它搅拌均匀。好，这个麸就调好了。接着呢，15分钟以后呢，我们把这个苹果里面的水分呢，开始给它挤一下。接着我们把这个调好的麸直接倒入苹果中，这个其实有点像炸这个酥肉一样，但是它会更加的脆一些，因为蘑菇呢，它一炸干之后它会很脆，它不像肉哈。稍微给它搅拌均匀。好，接着我们开始油炸。好，接着我们锅里倒点油，我们的油温差不多烧到4成左右，开始下这个蘑菇。我们炸到这种金黄的时候，你发现它的声音特别小的时候，它的水分基本就炸干了。最后我们再来复炸一次，就把这个里面的渣渣给它打干净。油温烧到6成，开始来复炸蘑菇。最后我们将它倒出来。这时候你可以听一下这个清脆的声音啊，全部炸酥脆了。好，最后我们再来点那个椒盐的海椒面，撒上一点点。如果你喜欢吃孜然的朋友呢，它可以加少许的孜然。第4个呢，我们做一个孜然羊肉，但是这个版本呢是在锅里面炒。今天我选用的是羊后腿肉，去了骨的哈，我们给少许的盐。来点糖、生抽，来点花雕酒，再给少许的蚝油，你看这个胡椒粉，再加点老抽。好，饶平这个我们给少许的生粉，因为这个我们是在锅里去炒，你的生粉不要加的太多，加太多它会粘锅的。好，绕匀过后呢，我们再给少许的油。好，接着我们进入热烹环节。好，锅烧的时候我们弄点油，把锅一定要润一下。这个油它是干净的，就每次你润完锅的油可以倒出来，它凉了之后我们再去炒其他菜用，不是说这个油就倒掉。有很多朋友在后台私信我说这个油是怎么处理的，可以循环利用拿来炒菜的。好，烧热以后我们把热油倒出来，加点凉油。这个时候我们下点姜片和葱段，给它爆香。接着我们下入这个羊肉，现在是开最大的火哈，我们先给它慢慢去煸炒它。在家里面做完就用锅来炒，它不是说烧烤一样的，我们就要一样给它煸干、煸香，这个肉就不会粘锅。如果你把锅治好，我们这个是干炒，其实它会有一些水分，水分炒干之后它就没有这个沫沫了。这时候你可以把这个多的油稍微给它挖出来，因为你油多的话，待会儿我们上什么辣椒面这些上不上去的。这时候你把多的油稍微给它逼出来，高度白酒，一定加点高度白酒，再给它去腥，调味哈，少许的生抽，来点老抽，再来点白糖。好，我们的颜色上起来之后呢，接下来最后呢，出锅前我们下入这个辣椒面哈，因为辣椒面和这孜然粉不要下那么早，很容易直接就浮掉了哈。来点辣椒面，哎，这个孜然颗粒，这种带颗粒的孜然，再来点这个孜然粉，
现在锅里要关成小火哈，再来点芝麻，熟的芝麻。好，我们轻轻给它翻炒2下啊。出锅以前我们撒点香菜。好，这个孜然羊肉就好了，出锅。第5个菜来给大家做个3杯鸡。都说3杯，这3杯到底是什么？其实3杯主要是3种调料，最主要3种调料什么呢？一个是这个芝麻香油，一个是这个广东米酒，和一个生抽或者是酱油都可以。当然了，还有一个灵魂东西，这个叫九层塔。基本上4个东西最主要。锅润一下，因为鸡呢，待会儿我们采用干煸的方式。就有些朋友反映，为什么热锅2油下去还是要粘锅？但是你的锅一定要热透。像这种锅的话，一定要烧到150度到180度以上，这样你的锅才能完全的热透。锅都没有热透，你就说还是热锅2油，那都不叫热锅。油差不多烧到冒种小青烟之后，我们给它倒出来，这叫热透了。加点凉油。第一步，我们先下入这个鸡，因为鸡呢是新鲜的，它里面的鸡油我们给它煸一下。好，接着要下入宰好了这个鸡，这个鸡呢是新鲜的一个3黄鸡，我们直接下锅。这里刚好是半边，开中小火慢慢去煸它。如果你买不到什么3黄鸡呢，就是你可以用普通的什么清远鸡，甚至不行的用什么鸡腿都可以，只要鲜的鸡腿都可以，给它切成块，直接去煸它，生煸就好了。这个鸡呢比较肥，这个时候油煸出来之后，我们把这个多的油给它倒出来，非常多的油，你看，这个可以做其他菜用，不要浪费了哈。接下来我们倒点香油，差不多有个半碗就好了。其实3杯呢，根据你的鸡肉的多少来决定的，不是说一定要加3杯啊，差不多加个半碗的香油，姜切块的姜，切成块的姜，还有这个蒜，这是干葱，一起去煸它，把这个香油、姜、葱、蒜的味道给它煸出来。好，差不多煸到什么程度？煸到这个鸡肉已经出香，你能闻到很浓郁的姜葱蒜，再加这个香芋的味道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下入来个半杯的米酒，这个锅边给它放进去，让它烧一会儿，把这个酒精味给它燃发掉。接下来再放入半碗的生抽，先你看一下颜色够不够，因为有些酱油它颜色会比较深，不够颜色的话可以稍微加少许的老抽，再来几块冰糖，来点这个9层塔，先放1半9层塔。好，我们来少许的盐。好，炒匀过后呢，我们盖上盖子焖个10分钟。好，时间到，这个我们给它翻一下锅。接着我们找一个煲仔给它装起来。好，最后我们再放上点这个9层塔，盖上盖子，再来米酒，烧个2分钟，好，可以出锅了。最后来教大家做一个牛肉饼，我们先来做一个皮，再做馅儿。好，第一步呢，这里是1斤的中筋面粉，什么中筋面粉？就是平时做包子馒头、水饺这个面，这是中筋的，我们加少许的盐，加个300克的清水。这一步呢，其实这个面呢就是叫紫面，就是它不是那种蒸饺那种汤面，就是用冷水来和面叫紫面，先和成面絮状，不要加油，就加一点盐或者水就好了。好，我们给它揉光滑，这里300克的水基本上没用完，可能只用了250克左右。和成什么程度？就和成就像我们平时包的饺子面一样的软硬程度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差不多把这个面揉到表面它很光滑之后呢，我们稍微给它醒发个半个小时，给它表面稍微的比较光滑之后，没有保鲜膜稍微给它封一下。如果你没保鲜膜，可以用毛巾给它搭起来，主要是让它隔绝空气，不然吹干了。稍微醒发个半个小时。好，我们在洗面的同时再做个油芯，这个油芯只是待会儿刷在那个皮子里面，它可以让这个饼呢吃起来更脆一些。只要2个东西，一个是油和一个面粉，它的油啊是比面粉多，普通的油就可以了。好，接着我们加点面粉在里面，筷子给它搅几下，搅的时候尽量不要让它有这种颗粒哈，差不多你看就这种面糊的状态，它就像油酥一样，待会儿我们刷在那个皮子里面。它就起到一种脆的作用。
好，油心和了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做一下这个馅儿。这个馅儿呢是一个绞碎的一个里脊肉，就是牛里脊肉啊。因为牛里它比较嫩一些，我们给点盐，来点花椒酒，来点白胡椒粉，少许的白糖，给点生抽，再来点老抽。这个时候我们打一个鸡蛋，先给它搅拌均匀。接着我们再加一小勺的五香粉，你没有的可以加13香。再来点姜葱水，加个2、3次，这个一次不要加太多，慢慢的加，这样可以增加这个牛肉嫩度，让你牛肉吃起来它有滋润感，不是特别的干啊，一定要加点水。再来一次。好，这水加进去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点生粉，2小勺的生粉，最后再加入切碎的这个洋葱，还有这个葱花，再来点这个芝麻香油。香油呢可以多放一点点，轻轻的给它和转就好了。好，这个馅儿就和好了。好，这个面醒好之后，接下来我们给它下成剂子。这个你可以做大一点就切大一点，小一点就小一点。我今天给它专门做8个，就给它8等分。就给它搓成那种条形，放入这个盆中。我们稍微给它刷上一点油，让它再醒一会儿。我们稍微再醒个10分钟，就开始给它擀薄，来裹上肉。醒发过的面，我们稍微直接给它擀长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稍微给它修一修，这个多的地方给它修掉。尾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稍微用刀给它划几条，这样的话卷出会好看一些。接着刷上一层那个油心。放上这个牛肉馅，拉过来，边缘稍微给它捏一捏，卷着过来。卷完之后呢，我们稍微把这个头部啊稍微给它捏一下，上里面摁一下。这边也是一样的方式，我们稍微给它摁一下。我稍微给它放在边上，我们再给它醒一会儿，这会儿再来压它。好，这个饼包完之后呢，接着我们再给它按大一点点，一定要让它稍微要醒个几分钟，我们再来按它，这样更好擀大一些，它也不会烂。接着我们煎一下这个饼，稍微用个不粘锅，我们锅里给少许的油，把锅润一下。下去的时候温度比较高，慢慢让它定型，也不用怕它粘锅，因为你如果是不粘锅，我们去煎非常好煎的。中小火慢慢去煎它，定型之后我们给它翻面一下，煎这一面。再给它翻面，我们翻面再煎个10几秒，表面一定是这种酥脆的状态啊，表面一定是这种酥脆的，差不多煎熟了，我们给它拿出来。这个时候准备一个厨房纸巾，给它吸油。最后一个饼呢，给大家赏一下味道哈，因为这个是刚刚拍过的哈，给大家来看一下，表面它是很酥脆的。那这个吃起来有点像我们四川这边的锅盔，但是它和锅盔啊，它是烤的，这个是在锅里面煎熟了。
首先这个饼呢，它吃起来表面是酥脆的，因为我们加了一个油酥在里面，吃起来脆脆的感觉，里面的牛肉馅儿呢吃起来非常的香。其实你在家里面其实你可以试着做一下，非常的方便。甚至是呢，你可以把它做小一点，把它做成那种生坯，就是放在里面那个急冻，你什么时候想吃的时候就什么时候拿出来煎，非常的方便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6种家常菜，有菜也有饼，大家喜欢的话记得帮我点赞收藏哦。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，你雕的偶像。